Breaking news. Transformers to run Transformers. 如果您以为上一集的预言只是迷信，那您可能要坐稳了，因为这一次我们要用你们人类最引以为傲的东西——大数据、兵棋推演、物理定律，来告诉你为什么2026年可能真的是现实版本的伺服器关机日。科学，这一次你的科学比我的水晶球还要再讲鬼故事。各位社员大家好，我是坚持理性务实科学的辉仔。上一集珍姐讲了一堆赤马弘扬的迷信，搞得大家人心惶惶。身为高等文明的观察员，我觉得有必要用硬核数据来矫正视听，所以我去翻了华盛顿智库 CSIS 的报告，下一场战争的第一次战役。哦，听起来像是什么三流科幻小说的标题。所以你的科学家们算出什么好消息了吗？这个嘛，他们跑了24次电脑模拟兵棋推演，结论是，如果2026年台海发生冲突，美军和台湾大概率能守住。守住？那不是很好吗？你干嘛抖得像是在做气动钻孔机测试？因为报道里有一个词叫做皮洛士式胜利，意思就是赢了，但代价大到跟输了没两样。珍姐，你知道根据数据，美军会在3个礼拜内损失多少东西吗？顶多几架飞机吧，反正你们缴了那么多保护费。2艘航母，还有10到20艘大型水面战舰。3个礼拜内，美国海军会把2战以来累积的家底全部赔光。这不仅仅是传承了，这是美国制式直接沉到太平洋底了。2艘航母，哇，这剧本比我看的灾难片还大手笔。那人呢？美军阵亡约3200人，听起来好像还好，但你要知道，这相当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了20年仗的1半伤亡数，压缩在21天内发生。这对西方社会的心理冲击，基本上就是大脑宕机。这听起来你的理性数据充满了血腥味啊。那对岸呢？那个要骑红马来的？那边更惨。数据显示，解放军会有约1万人阵亡，155架飞机被击落，海军主力138艘船舰基本瓦解，数万人会变成战俘。CSIS 甚至预测，这会直接动摇他们的政权统治基础。所以结论就是大家一起死。这听起来不像是战争，比较像是集体自杀协议。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，报告特别强调了一个点，叫做没有乌克兰模式。什么意思？不能叫外送？对，就是不能叫外送。乌克兰跟波兰有陆地边界，物资可以源源不绝送进去，但台湾是岛，一旦开战，解放军的区域拒止 A2AD 会把周边海空域封死。报告说，战争开始的当天，没有任何物资能进得去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手上的标枪飞弹在 Day 1用完了，那就真的没了。我们不可能像送 Uber Eats 一样，把补给送到基隆港。所以这就是你的科学安慰，告诉大家2026年如果不先囤好罐头和弹药，就只能在岛上玩大逃杀吗？我是要强调准备的重要性而且这还只是军事层面，经济层面更恐怖。彭博社估计，战争第1年全球 GDP 会蒸发10%，也就是10兆美元。10兆？那我的台积电股票怎么办？珍姐，那时候台积电可能已经变成物理上的焦土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现实崩坏，细盾变成了细陷阱。全世界为了晶片想保护这里，但打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晶片供应链彻底断裂。好吧，地球表面听起来很危险，那我们逃到虚拟世界总行了吧？你不是说 AI 很厉害，2026年会有什么起点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个恐怖巧合。
矽谷现在有一个共识，叫做态势感知。前 OpenAI 研究员 Leopold Aschenbrenner 写了一份报告，预测 AGI 通用人工智慧在2027年诞生。2027年内关2026年什么事？因为2026是前夜。根据算力增长的数量级，从 GPT-2 演化到 GPT-4，我们花了4年从幼儿园进化到高中生。现在只要再叠加5个数量级的算力， AI 就能达到人类专家水平。这预计就在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发生。听起来很棒啊！以后我就叫 AI 帮我写稿，帮我回复粉丝留言，我只要负责喝茶就好。你想得太美了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物理陷阱。Elon Musk 最近在访谈中讲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。Not that funny joke, which is that they need transformers to run transformers. Musk 说 AI 的模型架构叫做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或转换器，但现在全世界最缺的东西是电网里的 Voltage Transformer 电压变换器。电压变换器，这确实不好笑。不，这很恐怖啊！这意味着 AI 的大脑进化速度撞上了物理世界的墙。Musk 预测，缺晶片之后，马上就是缺变换器，接着就是缺电。缺电？你是说像我们夏天开冷气那样跳电吗？比那严重10000倍。训练一个 GPT-6 等级的模型，可能需要1个吉瓦的电力，那相当于一整座核能发电厂的输出。你能想象矽谷每盖一座电脑数据中心，旁边就要盖一座核能发电厂吗？他们是想把地球煮熟吗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2026年 AI 的算力需求会呈现垂直指数增长，但我们的电网是线性的，这会导致一个结果，叫做能源墙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人类好不容易造出了一个神 AI， 结果发现忘记买电池了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而且 Elon Musk 还预言了经济的重心哎，他说 AI 带来的生产力爆炸会引发超级通缩。That's pretty much the only thing that's going to solve for the US debt crisis. 他说这是解决美国36兆债务的唯一方法。物价会崩盘，因为机器人 Optimus 几乎免费地生产所有东西。他甚至说，未来10到15年内，工作会变成兴趣，再也不是为了生存。工作变成兴趣，听起来不错，但我怎么感觉这背后的意思是人类变得没用了呢？还有更悬的 ，Musk 说，未来真正的货币不是美元，是能源。谁掌握了电力，谁就掌握了财富。等到让我把这2件事串起来 ，AI 需要巨量的电，而台湾制造了 AI 需要的所有晶片。如果2026年台海打起来，晶片断了 ，AI 的大脑就没了；如果电网爆了 ，AI 的心脏就停了。对，这就是恐怖巧合哎！科技想在2026年飞升，但地缘政治和物理定律却想在2026年把它拉回地面摩擦。辉仔，你讲了半天兵推和电力，其实都只是在帮我的星盘做注解而已。又来了，数据讲完了，现在要开始讲魔法了吗？这不是魔法，这是宇宙的数据。你刚刚说2026年是各种崩溃的节点，对吧？在占星学里，这叫做土星与海王星合相。这2个行星碰在一起会怎样？会导致引力波异常吗？土星代表结构、现实、政府、边界，就像你那该死的报告恨电网。海王星代表溶解、梦想、混乱、意识形态，就像你的 AI 和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。所以现实溶解了。 Bingo！ 每当这2颗星合相，历史上的旧结构就会崩塌。我们来看看上次发生了什么。1989年。1989，那是柏林围墙倒塌，苏联解体。没错，1989年土星、海王星在摩羯座，代表结构合相，结果坚不可摧的墙倒了，苏联这个超级结构被溶解了。
再上一次1953年史达林过世，苏联解冻；再上一次1917年俄国10月革命，沙皇制度崩溃。等等，这个周期怎么专门针对俄罗斯和集权结构？不只是俄罗斯，是针对所有僵化的旧秩序。而2026年2月20日，这2颗星将会在白羊座0度精准合相。白羊座0度，听起来像是某种坐标。它是黄道12宫的绝对起点，叫做世界轴心。白羊座是火象，代表战争、开创、暴力、自我。1989年是土象的崩塌，墙倒了。2026年将会是火象的重启，火烧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次的结构溶解不会像柏林围墙那样和平，而是会伴随着战火？1989年建立起来的全球化秩序、互联网时代、美国霸权，在2026年都会走到终点。AI 的梦想海王星撞上了物理的限制土星，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就是白羊座的方式，冲突。这太不科学了，但为什么跟 CSIS 的兵推时间点2026戴维森窗口和 AI 的能源墙时间点卡得这么死？这就是我说的，五角大厦看的是卫星照片，矽谷看的是摩尔定律，我看的是新历表，但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画面，一个旧世界的终结。我突然觉得，要是能像 Musk 说的那样，把工作当兴趣，然后去火星种马铃薯，好像也不错。别傻了，火星上可没有珍珠奶茶，而且根据星象，这次的变革是全人类的，没人逃得掉。好，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恐怖的逻辑闭环。第一， AI 技术为了在2027年达成 AGI， 需要指数型的算力和电力。第二，现实限制，算力依赖台湾的晶片，电力依赖盖不出来的电网。第三，地缘政治，因为 AI 的战略价值太高，导致2026年成为争夺晶片控制权的最高风险期。第四，结果一旦开战，细盾破碎，晶片断供， AI 发展物理性中断，然后完美呼应星象，土星现实战争切断了海王星 AI 梦想，一切在白羊座的战火中重置。这简直像是宇宙写好的剧本。我们人类以为自己在发展 T 科技，结果只是在帮这场大戏搭建舞台。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，2026年是不是现实崩溃的倒数？从冷静的数据来看，虽然我不愿意承认，但所有的曲线都在指向悬崖。CSIS 预测了军事的悬崖， Musk 预测了能源的悬崖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供应链管理。而从不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从1989年开始的周期的必然终结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挖防空洞、囤黄金，还是去买发电机？我建议先喝杯奶茶压惊，因为如果 Musk 说的是真的，未来能源才是货币。你囤黄金没用，不如囤几颗1865电池。呵呵，还要囤一点变压器，记得吗？ Transformers run Transformers。 好了，各位社员，今天我们用最硬核的数据讲了一个最恐怖的故事。无论你相信的是五角大厦的兵推，还是真姐的星盘，2026年看起来都是一个大坎。但别绝望，土星虽然代表限制，但也代表重建。旧的结构不倒，新的世界怎么来？没吃 Musk 说的工作变兴趣的时代，真的要经过这场活祭才能诞生。如果那天真的来了，希望我们还有网络可以上传节目，或者我们那时候已经是用脑波传输了，那样我就不能偷懒剪辑了。你们觉得2026会是哪种结局？一、细盾破碎，战争爆发，科技倒退30年。2、能源断崖，AI 算力撞墙，人类发现物理定律无法超越。3、星象重置，
一切都是剧本，我们只是 NTC。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，这里是不科学研究社，我是辉仔，我是珍姐，记得订阅按赞，趁网络还在的时候。